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江城 River Town 2 Years on the Yangtze 是美国著名作家彼得·海斯勒 （Peter Hessler） 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彼得·海斯勒，这位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作家，以其对中国社会细致入微的观察和深刻独到的见解而闻名于世。江城这本书记录了他在1996-1998年间作为和平队志愿者在长江边的小城涪陵教授英语的经历。这段经历不仅让他深入了解了中国的风土人情，更让他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融。这本书的价值是多维度的。对于那些渴望了解中国，尤其是中国基层社会真实面貌的读者来说，江城就像是一扇通往过去的时光之门。他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展现了20世纪末中国小城的生活画卷，从人们的日常生活、社交方式到教育现状，无一不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读者眼前。对于文化研究者和跨文化交流爱好者而言，这本书更是一座蕴藏丰富的宝藏。彼得·海斯勒以一个外国人的身份，在与当地人深入交往的过程中，深刻地剖析了文化差异带来的种种现象，以及人们在面对这些差异时的微妙心理变化。它让我们看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在误解与理解、冲突与融合中相互靠近。更重要的是，江城能对我们的思维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常常被各种宏大的叙事和抽象的概念所包围，而这本书却把我们拉回到一个具体而微小的世界。它提醒我们，真实的生活是由一个个平凡的人和他们的故事组成的，每一个个体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理解。它教会我们以一种更加谦逊和包容的态度去看待世界上的不同文化和生活方式，拓宽我们的视野，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开始深入探讨江城的内容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事物，其实只是我们心中的刻板印象呢？就像彼得·海斯勒在来到涪陵之前，他对中国的了解也仅仅停留在一些模糊的概念和媒体报道之上。然而，当他真正踏上这片土地，与当地人朝夕相处后，他发现了一个与他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中国。这让我想起了著名作家三毛的故事。三毛在撒哈拉沙漠的生活经历也让他对当地文化有了全新的认识。他原本对沙漠的印象是荒凉和孤寂，但当他深入其中，与当地的白尔人共同生活后，他发现了沙漠中蕴藏的独特魅力和丰富文化。他与当地人一起经历喜怒哀乐，从他们的生活中汲取灵感，创作出了许多动人的作品。就像三毛一样，彼得·海斯勒在涪陵也经历了一场文化与心灵的冒险，而江城就是这场冒险的精彩记录。一文化的冲击与适应。在江城中，彼得·海斯勒生动地描述了他刚到涪陵时所遭遇的文化冲击。这种冲击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语言交流的障碍到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例如，他发现当地人对他的金发碧眼充满了好奇，常常会有陌生人走上前来盯着他看，甚至会伸手触摸他的头发。这种在西方文化中不太常见的行为让他感到有些不适应。同时，在教学过程中，他也遇到了许多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文化冲击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当一个人突然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时，会经历一系列的心理变化。首先是蜜月期，对新环境充满新鲜感和好奇；接着是挫折期，由于文化差异带来的种种不便和误解，会让人感到沮丧和困惑；然后是调整期，逐渐适应新环境，找到应对文化差异的方法；最后是适应期，能够在新环境中正常生活和工作。这种心理变化过程就像是一个螺旋上升的曲线，每一次的挫折和调整都是对自身文化认知的深化和对新文化的接纳。对于那些即将进入一个陌生文化环境的人来说，了解文化冲击的原理可以帮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在面对文化差异时，保持开放的心态是关键。彼得·海斯勒在书中提到，他开始尝试去理解当地人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一味地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评判。比如，当他意识到当地人对他好奇是因为他是一个稀有的外国人时，他就不再感到厌烦，而是以一种友好的态度回应。这种适应新文化的过程，不仅让他在涪陵的生活更加顺利，也让他对人性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学会了从不同的文化视角去看待问题，这使他的思维更加开阔，也让他在跨文化交流中更加游刃有余。彼得·海斯勒在书中写道：“我意识到，我不能期望这里的一切都符合我的习惯和期望，我必须学会接受这种差异，甚至去欣赏它。”这句话深刻地反映了他在面对文化冲击时的思想转变。还有一个有趣的案例是，当他第一次参加当地人的婚礼时，他被婚礼上热闹非凡的场面和独特的习俗所震撼。他看到人们载歌载舞、喝酒庆祝，新郎新娘穿着传统服饰，在众人的祝福中完成仪式。这与他在西方参加过的婚礼截然不同，但他并没有因为这种差异而感到排斥，反而积极参与其中，感受着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教育与文化交流。
教育在江城中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彼得·海斯勒作为一名英语教师，在福林的课堂上，他不仅仅是在教授语言，更是在进行着一种跨文化的交流。他发现中国学生对英语学习有着极高的热情，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困难，比如缺乏语言环境、对西方文化的不了解等。在教学过程中，他努力地将西方文化融入到语言教学中，让学生们在学习语言的同时，也能了解到不同的文化观念。教育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语言教学中融入文化内容，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的内涵和运用场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同的语言反映了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通过学习语言，学生们可以接触到新的文化观念，拓宽自己的视野。同时，教育过程中的互动也为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平台。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交流可以打破文化隔阂，增进相互理解。彼得·海斯勒在教学中采用了多种方法来实现教育与文化交流的融合。他会向学生们介绍西方的文学作品、电影、音乐等文化元素，让学生们通过这些内容来感受西方文化的魅力。例如，他会在课堂上播放英文电影片段，然后和学生们一起讨论电影中的文化现象。他还鼓励学生们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这样既可以提高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也可以让西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这种教育方式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提高了学生们的语言水平，还培养了他们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学生们学会了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对于他们未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在书中，彼得·海斯勒描述了他组织的一次课堂讨论，主题是中西方的家庭观念。他让学生们分别介绍自己家庭的情况，然后一起讨论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观念的区别。学生们积极参与，讲述了自己家庭的故事，同时也对西方的家庭观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这样的讨论，学生们对文化差异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学会了尊重和理解不同的文化观念。还有一个案例是，他邀请了一位美国朋友来给学生们做讲座，介绍美国的教育制度和文化习俗。学生们对这个话题非常感兴趣，踊跃提问，与美国朋友进行了热烈的互动。这次活动让学生们对西方文化有了更直观的了解，也激发了他们学习英语的热情。3. 人际关系与情感纽带。在福林的生活中，彼得·海斯勒与当地人建立了深厚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关系成为了他在异国他乡生活中重要的情感纽带。他与同事、学生、邻居以及街边的小商贩都建立了联系，这些联系让他感受到了人性的温暖。在与当地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发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是相通的，尽管文化背景不同，但他们对于友谊、爱情、亲情等情感的理解和追求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人际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无论在何种文化背景下，人们都需要与他人建立联系。情感纽带是维系人际关系的关键因素，它能够跨越文化差异，让不同的人相互靠近。在跨文化交往中，理解和尊重对方的情感表达方式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不同文化对情感的表达方式有着不同的规范，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其中的共通之处。彼得·海斯勒在与当地人交往时，注重真诚和尊重。他会主动与邻居打招呼，和街边的小商贩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也会参加当地人的聚会，与他们一起分享快乐和忧愁。这种真诚的交往方式让他赢得了当地人的信任和喜爱。对于我们来说，在跨文化交往中，应用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融入新环境，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让我们在异国他乡感受到家的温暖，也能让我们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学到新的知识和观念，丰富我们的人生阅历。彼得·海斯勒在书中提到他与一位当地老人之间的友谊。这位老人经常坐在街边晒太阳，彼得·海斯勒每次路过都会和他打招呼。渐渐的，他们开始聊天，老人会给他讲述福林过去的故事，彼得·海斯勒也会给老人讲一些国外的事情。通过这样的交流，他们之间建立起了深厚的情感纽带。还有一个案例是，他与一位学生的关系。学生对他的教学非常感激，经常邀请他到家里做客。在学生家里，他感受到了中国家庭的温暖和热情，也更加深入地了解了中国的家庭文化。4. 自我认知与成长。在章程的结尾，彼得·海斯勒回顾了自己在福林的经历，他意识到这段经历对他自我认知和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的过程中，他对自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人生有了新的感悟。他发现自己在面对文化差异时的态度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变化，他变得更加包容和开放，同时也更加珍惜自己所拥有的东西。自我认知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当我们处于一个新的环境，尤其是跨文化的环境中时，我们会被迫反思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这种反思可以让我们发现自身的优点和不足，从而促进自我成长。在跨文化交往中，我们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些新的信息会与我们原有的认知产生碰撞，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的思维变得更加灵活，对世界的理解也更加深入。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经历跨文化的环境是自我认知和成长的宝贵机会。我们可以主动地寻求这样的机会，比如参加国际交流项目、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与外国朋友交往等。在跨文化交往中，我们要保持开放的心态，积极地接受新的信息，反思自己的行为和观念。其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它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发现自身的潜力，拓宽我们的人生道路。同时，它也能让我们在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时，更加从容和自信。彼得·海斯勒在书中写道，在福林的2年，我感觉自己像是经历了一场灵魂的洗礼。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也看到了一个全新的自己。这句话充分体现了他在福林的经历对他的自我认知和成长的影响。还有一个案例是，他在离开福林后，回想起在福林的生活，他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的理解已经超越了表面的现象，而是深入到了文化的深层。他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也影响了他对世界的看法。江城是一本充满魅力的书，它以独特的视角展现了20世纪末中国小城的生活画卷，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文化的窗户。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化差异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情感的力量。通过彼得·海斯勒的经历，我们了解到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性，以及在面对文化差异时应有的态度和思维方式。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对文化差异的深刻洞察，对人性的深入探讨，以及对自我认知和成长的思考。我强烈的呼吁大家阅读江城，并将其中的理念运用到自己的生活中。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这本书都能给你带来启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打交道。阅读江城可以让我们学会如何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如何在跨文化交流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如何在面对文化差异时促进自我成长。让我们像彼得·海斯勒一样，勇敢地踏上跨文化之旅，去探索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相信在这趟旅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也会对人生有更深刻的感悟。不要害怕文化差异，因为正是这些差异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精彩。让我们带着开放的心态和包容的胸怀，去迎接跨文化交流中的每一个挑战和机遇。相信我，当你读完江城，你会发现它不仅仅是一本书，更是一个通往更广阔世界的入口。